欢迎来到全球智库报告解读的周报栏目。本期周报将为你介绍世界主要智库最近出台的3篇报告。第一篇，德国智库称全球量子技术竞赛正在升温。第二篇，欧洲智库称新兴市场国家对欧盟的不满增加。第三篇，新加坡智库称外交途径解决南海争端仍是首要选择。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篇。德国对外关系理事会3月22日出台了一份报告，题目是新的量子技术竞赛。报告说各大国都清楚地认识到量子技术的颠覆性影响，比如与传统计算机相比，量子计算机的效率可以提高100万倍。这种巨大的算力可以在多个领域引起革命性的变化，包括制药、材料、加密和解密等等。不过虽然量子计算机拥有巨大潜力，但目前还面临重大技术障碍，距离直接的商业和军事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报告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迅速加强对量子技术的投入，其中投资力度最大的是中国。报告这里引用了麦肯锡公司的数据，说截至2022年，各国公布的量子技术投资分别是日本18亿美元，美国19亿美元，欧盟72亿美元，而中国则达到153亿美元，超过了前3家之和。在发展模式中美国的私营企业发挥的作用很大，比如谷歌和 IBM， 但中国主要是国家投资。另外报告说相关大国之间也在加强量子技术的合作，比如中俄之间的量子通信合作明显加强，而前2年成立的美英澳同盟也包括了量子方面的协议。3国将共同投资用于定位、导航等领域的量子技术，而美日澳印4国机制的合作内容也包括量子技术联合研究项目。当然，德国智库这篇报告的重点还是在欧盟和德国。根据报告的说法，德国目前在量子技术领域还是居于领先地位。欧盟量子技术的投资方面，德国就占了 46%。在量子技术硕士教育方面，德国在世界排名第2。在量子技术初创企业方面德国也居于前列。德国企业已经开始有效应用量子技术，比如博士与空客合作开发的量子磁传感器。德国企业也在生产用于量子技术的高质量激光器，为美国的量子产业提供关键技术组件。不过报告也指出德国在顶级量子计算机方面的发展相对落后，可能会对经济和军事事务产生重大影响。为此德国准备到2026年专门拨款30亿欧元用于发展量子计算机。最后报告还提了2条建议，很有意思的是，这都和中国有关。他说，为了保持和加强德国和欧洲在量子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他们必须关注2点。当务之急是降低欧洲量子技术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但报告这里说的也很清楚，目前欧洲这方面使用的光学和电子元件等需要大规模生产的产品来自中国，关键部位主要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自己，所以这种所谓依赖并不会对欧盟造成大的问题。其次，要防止敏感领域的技术泄露。报告说2024年1月份，北约发布了第一个量子战略的摘要，旨在使北约做好量子技术方面的准备。这个摘要列举了一些军事应用领域，例如用于破解加密的量子计算，另外也包括量子雷达，这有可能将雷达的范围扩大 40% 以上，使其特别擅长探测隐形飞机和潜艇。报告认为，德国应特别注意这些敏感领域的实验研究，以防止技术过早泄露。说实在的，这篇报告讲的话题是非常重要的，但最后的建议部分非常俗套，从中也可以看出现在欧洲智库圈的话语环境。好，我们接着看第2篇。欧洲对外关系理事会3月27日出台一篇报告，题目很有意思，叫做忘了特朗普，欧洲应该关心于新兴经济体的贸易紧张局势。报告说现在欧洲只要说起贸易关系方面的担忧就会说到特朗普，怕他重返白宫会激化美欧贸易争端，但实际上还有一些问题同样非常严重，这就是新兴经济体对欧盟的不满。而报告这里说的主要是印度，因为印度最近在世贸组织会议上强硬表态，阻挠了欧盟推动的大多数关键谈判。
包括渔业补贴改革、数字服务关税和促进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等等。但是报告认为这并不只是印度一家的态度，而是在发展中国家里面呢有一定的代表性。这种趋势如果进一步发展，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可能很快会效仿印度，从而呢加剧欧洲与全球南方之间贸易战的风险。那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报告认为，第一个矛盾焦点是欧盟与气候相关的贸易政策。我们都知道，欧盟把气候变化呢提到一个很高的程度。近期还采取了不少相关的贸易措施，比如呢，对碳排放密集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还有呢，防止森林砍伐的贸易规则。但在很多发展中经济体看来，欧盟实际上呢是以环境为幌子，采取保护主义关税。在这次的世贸组织会议上，印度代表干脆表示，印度反对通过贸易措施来保护环境，因为印度认为呢，环境和贸易是两个独立的问题。那在报告看来，绿色贸易措施是欧盟应对气候变化工具包里面的关键部分，也不可能取消的。所以未来几年，欧盟与新兴经济体在绿色贸易规则方面的紧张关系将进一步加剧。报告认为，第二个矛盾焦点是数字经济政策，因为印度在这次的世贸组织会议上拒绝的第二个提议就是关于数字服务关税的。之前因为各国对数字贸易的立场不统一，所以各国对跨境数字服务呢有一个关税暂停期。现在欧盟希望延长这个暂停期，避免对数字服务征收关税。但在会议上呢，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南非组成了一个临时联盟，反对延期，主张马上征收数字服务关税。报告说，数字经济已经占了全球经济的 15%，2030年呢，这一比例可能上升到1/3左右。面对那么大的经济规模，印度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威胁运用一次大的关税武器，目的呢可能是针对欧盟的绿色贸易措施进行报复。因为欧洲包括英国在内呢是世界上最大的数字服务出口方，所以呢这种报复很有威胁性。报告认为，印度的这次反对立场不会是一次孤立的行为，很可能预示着国际贸易争端的一个新阶段，那就是数字经济可能成为未来几年新的贸易战场。贸易争端将越来越多的涉及无形的进出口贸易。应该说，这篇报告分析的是一个专业领域的问题，但它呢也体现出一些更大的趋势，比如呢贸易争端延伸到数字经济领域，印度和欧洲在全球贸易安排中的对抗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保持关注。好，最后我们简单看一下第3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热南国际研究院3月29日出台了一份报告，题目是东盟在南中国海的选项。我们都知道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呢，菲律宾等国在南海的动作不少，紧张局势有所升级。这篇报告就是分析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走向，主要观点呢包括3个方面。第一，东盟在南海问题上体现集体关切，但是缺乏具体的措施和倡议。第二，部分东盟成员国扩大与美国及其盟国的防务合作，但不能因此牺牲于中国的沟通渠道，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呢仍然是首要战略。这里报告实际点的就是菲律宾。按照报告的说法呢，越南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和中国在南海争端上呢仍然保持密切的双边沟通。第三，南海行为准则谈判呢仍然重要。报告说中国和东盟围绕南海行为准则呢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然而呢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但是报告认为，这一谈判对于管理各方分歧、缓和局势呢仍然很重要，实际上是为各方提供了一个闭门外交平台，可以相互协商，以集体方式来管理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所以呢仍然值得努力。总的来说近期南海局势紧张呢让多数东盟国家感到担心，他们呢还是希望尽可能的保持局势稳定。那这篇报告也体现了这种立场。不过南海的现实情况呢确实非常复杂，紧张局势很有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值得关注。好，本期周报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一再见。